圣诞节将近，多拉七小子背着多拉美，神神秘秘的在商量着什么。临近圣诞了，大雄悠哉的跟哆啦 A 梦说起他的朋友们，也就是多拉七小子中的其他6人。大雄觉得多拉七小子给人的感觉怪怪的，哆啦 A 梦觉得大雄没有礼貌，他们可是有着永恒不变的友情。总之，他们几人是最可靠的朋友。大雄立马抓住机会吐槽。只有哆啦 A 梦不太靠谱。这天，哆啦 A 梦把多拉七小子中的其他几人召集到了一起，一脸严肃地说他决定要一起做那件事。众人一听就眉头紧皱，只有记忆不太好的多拉球猫还摸不着头脑，但哆啦 A 梦已经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干。这是一件机器人学校每一个毕业生都要经历的考验。哆啦美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其他几人纷纷响应，哆啦 A 梦十分感动。最后，猫猫们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每个人的分工内容。不过，他们忘了自己都是元首，只能出石头，这可就是尴尬了。猫猫纷纷崩溃暴走。中国境内，王多拉在竹林中用功夫看珠子，只见他凌波飞舞，不停转圈圈，穿梭在竹林间，一颗颗竹子很快就被他做成了竹排。必须要办那个的话，肯定需要这个呢。话说那个到底是什么呀？这时，小巧妹给他送来了热乎乎的包子，王多拉连话都不会说，高兴的都快晕过去了。最后，他决定要给小巧妹做个小礼物。他又砍下一小截竹子，然后开始运气施招。普通的竹子摇身一变，就成了精致的小鸟雕刻。礼物做好了，但王多拉却犹豫不决。他担心巧巧不喜欢这个雕刻，内心开始挣扎。一会儿觉得小巧妹不会喜欢，一会儿又觉得小巧妹会很佩服自己。可等他演完内心戏后，小巧妹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在阿拉伯的多拉梅杜三世通过魔镜看见了王多拉的傻样，本来还很好奇的他，下一秒就反应过来自己还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呢。他带着许多小树苗来到一处空地种下。因为这里是沙漠地带，十分炎热，所以他必须不停地浇水。但因为太阳非常毒辣，洒水壶浇的水一下就会蒸发了。于是他又开始快速浇，可树苗却更快地低头。没办法的多拉梅杜三世也采取了转圈圈的办法，可最后反而给自己来了个透心凉心飞扬。害怕水的他差点就暴走了。终于在多拉梅杜三世的不懈努力下，小树苗长出来了，而且越长越高。但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有沙漠龙卷风从不远处快速席卷而来。他拿出毯子，暗暗发誓一定要保护好这些小树。可惜事与愿违，龙卷风把他和小树苗一起卷上了天。多拉梅杜三世十分沮丧，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可屁股却痛得不行。他回头一看，原来还存活着最后一棵小树苗，这可把他高兴坏了，激动地为仅剩的这根独苗苗欢呼雀跃。另一边，在西班牙有只牛从斗牛场跑出来了，怪力多拉想在它冲过来的一瞬间用躲避斗篷跳开，不过这只牛跑得太快，还是把它撞到了墙上。怪力多拉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快步追了上去，骑在牛身上，最后被牛一路带到了郊外。之后，怪力多拉被牛甩了下去，眼看牛就要朝自己而来，怪力多拉毫不退后，直接跟他用头上的角展开对决。结果不用多说，毕竟怪力多拉可是七小子中力气最大的。牛牛败下阵来，赢得胜利的怪力多拉刚想要午睡休息下，可他却被牛牛叫醒了。牛牛哭着诉苦，说自己是因为害怕斗牛才逃出来的，这理由也是没谁了。怪力多拉听后表示理解，他正好自己需要一头牛，便问他愿不愿意跟着自己。于是这牛就成了怪力多拉的小弟，跟着他混了。不远处的迷你多拉看见了这一幕，连忙回去告诉多拉球猫。多拉球猫很健忘，他听迷你多拉说完后才想起来自己还有关于那件事的重要任务呢。于是他跟迷你多拉先去采了一点水果，然后就唱着歌冲进厨房开始做烘焙。先是打鸡蛋，再放牛奶，搅拌均匀。咦，
再然后呢？我是谁？我在哪？多拉球猫已经健忘到忘记自己刚才做到哪一步了。第一次把烤箱弄炸了，他又试了一次打鸡蛋放牛奶，然后他又忘了。最后等待成品的过程中，他跟迷你多拉吓得直冒冷汗。不过幸好这次他成功了，但到底能不能吃就不知道了。在美国的多拉小子正在江户的帮助下，用枪在钢板上刻出许多形状不一样的东西，这枪法真是了得。江户对他很不满，让马举这么久的牌子还不给点辛苦费。不过他也只敢小声埋怨。多拉小子的设计还在继续，一个又一个精美的图形出现了，但在他刻胡萝卜的时候，江户忍不住动了一下，害得多拉小子一枪打崩了后面的岩石。本来还在争吵的两人发现岩石朝这里滚了过来，他俩赶紧仓皇而逃，眼看就要跑不过石头了。多拉小子立马跳到了江户身上，江户振翅高飞，两人躲过一劫。可逃亡途中，因为江户没有看路，一头撞在了女神像上，头怎么也拔不出来。要知道多拉小子可是很恐高的，他直接飙泪了。这场面也不多见，赶紧截图吧各位。画面来到多拉尼可夫这里，他看到多拉小子的画面后，也开始准备完成自己的部分了。这家伙一看见圆的就会变成狼人，他盯了一个东西半晌，最后走了过去，掀开了盖在上面的毛毯，原来被盖住的是一颗球。于是多拉尼可夫完成了变身，可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竟然拿出了棒针，开始薅自己的毛来织毛线帽。原来狼外婆是这样来的吗？这场景能忍住不笑算我输。织完几顶帽子后，他身上一根毛也没有了，甚至尾巴也秃了，冷得多拉尼可夫直打喷嚏。这礼物真是太贵重了。画面一转，哆啦 A 梦通过任意门把多拉美带到了他精心布置的会场，这是他为妹妹准备的圣诞派对现场。其他几人也先后赶来，并带来了自己的礼物，帮多拉用竹子做了个雪橇车。怪力多拉带来了一头牛，多拉尼可夫把用自己毛织的帽子送给了大家。多拉美杜三世和多拉小子共同完成了一棵圣诞树，多拉球猫为大家准备了巨大的圣诞蛋糕。难道这七小子一直神神秘秘的，就是想给多拉美一个圣诞惊喜？真的就是这样吗？随后哆啦 A 梦宣布派对正式开始，那么是时候开始干那件事了。多拉美很诧异，什么？那件事竟然不是指这个派对吗？七小子都摩拳擦掌，非常期待。哆啦 A 梦掀开了旁边用布盖着的东西，那竟然是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雪。还没等哆啦 A 梦说完，哆啦美就被一个雪球砸中。原来那件事就是机器人学校毕业生丢雪球大赛，然后猫猫们就这样愉快地在圣诞派对上打起了雪仗，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哆啦美杜三世甚至变大了，最后配上他们圆圆的脑袋，每个人都像一个雪球一样可爱。哆啦 A 梦很开心，但是妹妹哆啦美却很无奈，哥哥真的像小孩子一样呢。多拉七小子竟然变成了金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校长向多拉七小子发出求助信，说他最新研究所里的东西被怪盗多拉帮盯上了。怪盗多拉帮是一名在法国被点名通缉的江洋大盗。多拉球猫和多拉梅杜三世正在商议对策。在出发前，多拉梅杜三世为这次的出行占卜了一下，结果是不祥的预兆。多拉球猫觉得这种东西是不准的，但多拉梅杜三世很担心。他们俩坐着魔毯来到了校长的新研究所，其他几个兄弟也先后赶到，分别是多拉小子、怪力多拉、王多拉、多拉尼可夫和哆啦 A 梦。多拉七小子聚集一堂，结果这校长竟然没报警。七小子收到的明信片竟是怪盗多拉帮的挑战状，他的目的是要夺取七小子的友情，而眼前的校长也是他假扮的。多拉帮提前在研究所布置了强力的电磁波，七小子的所有道具在这里都会失效。王多拉开始感觉到身体麻麻的，但多拉梅杜三世对他们的友谊很有信心，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好友通讯卡。没想到多拉帮趁机使用了点金术，将他们都变成了金色雕像。但多拉梅杜三世和多拉球猫因为拿错了卡逃过一劫，他们醒来后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了漆黑的异度空间。多拉梅杜三世拿在手里的是塔罗牌，而多拉球猫手上的是足球黄牌。突然这个空间出现了3个多拉球猫，起先多拉梅杜三世还以为这里放满了镜子，他身后也出现了另一个多拉梅杜三世，但这个分身跟他的动作完全不一样。
很显然，这里不是镜子这么简单。回头一看，竟然出现了更多的多拉球猫，整个空间都挤满了一模一样的多拉球猫和多拉梅杜三世，这下完全分不清哪个才是真正的本体了。多拉梅杜三世想用通讯卡来查验，但他拿出的卡竟然又是塔罗牌。这时出现了个倒挂着的多拉球猫，他立即意识到不可以使用通讯卡，否则就会被冒充他们的人抢走。多拉球猫嫉恶如仇，他使出一记倒挂金钩，将空间踢破了一个大窟窿，阳光照了进来，分身们都瞬间消失了。多拉邦很惊讶，他们两个竟然能看穿自己的伪装，而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分身都是多拉邦的胡须变出来的。多拉邦很苦恼，这两个猫不使用好友通讯卡，他就无法集齐7张，其他的努力全都白费了。黑暗中出现个高大的人影在催促他的进度，多拉邦表示一定会把多拉七小子的友情讲来给他看的。另一边，多拉梅杜三世猜出多拉邦一定是想用这通讯卡的力量来做什么勾当。多拉梅杜三世再次占卜，这次他得到了一张塔的卡片，前方的那座塔就很可疑。两只猫乘上魔毯，准备前去探索情况，结果他们突然想起来这里用不了道具，然后他们下一秒就掉进了水里。多拉梅杜三世很怕水，还好有多拉球猫在，不过他们只有走路过去了。多拉邦一直在暗中观察，现在他知道了多拉梅杜三世的弱点是怕水，而多拉球猫超级健忘。两只猫在迷宫走着走着，后面突然有水涌了过来，多拉邦在浪头怂恿多拉梅杜三世用通讯卡，可多拉球猫一路飞奔，把多拉梅杜三世拉到了墙上，远离水流。多拉邦又加大马力，弄出更多的喷泉，这下健忘的多拉球猫迷路了，迷宫很快就变成了一片汪洋。多拉球猫拼尽全力将多拉梅杜三世送到了岸上，他自己却撞在墙壁上晕了过去，渐渐沉入水底。多拉梅杜三世在岸上急得团团转，最终他一咬牙跳进了水里去救多拉球猫。多拉邦惊呆了，明明是那么怕水的人，竟然就这样跳了下去。多拉梅杜三世找到多拉球猫后，刚想把它往上拉，他自己就晕过去了。这时多拉球猫及时醒了过来，拎着多拉梅杜三世飞速游上了岸。费尽艰辛，他们来到了塔这里。多拉球猫一个箭步，咻的就爬到了塔顶，外面是一片花海，不远处还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漂亮美眉。这美眉叫米咪咪，她刚才在塔顶看见了多拉球猫在水上跑。米咪咪告诉多拉球猫，他是被一个坏人关在了这里，他脖子上的项圈让他无法离开这座城堡。多拉球猫以为他说的坏人就是多拉邦，结果他竟然说多拉邦是个好人，并且他表示多拉邦是为了救他才做了那些事。多拉球猫告诉他，多拉邦把他的伙伴都监禁了。可米咪咪说，多拉邦虽然是个大盗，但他也一直是弱小人民的同伴。他很自责地哭了起来，并请求多拉球猫要相信多拉邦。米咪咪说，多拉邦总是偷面包来救那些贫苦的人，还会劫富济贫，把那些做不法勾当得来的钱物归原主。这时不远处传来了哆啦 A 梦的声音，他一直在水扑腾着，并让多拉球猫用好友通讯卡救他。多拉球猫相信了米咪咪的话，拿出通讯卡，结果下一秒多拉邦就出现，用点金术把它变成了金雕。他沾沾自喜地说，多拉球猫虽然很健忘，但米咪咪哭着告诉他，多拉球猫早就看穿了他的伪装，是因为相信他才用通讯卡的。这时多拉梅杜三世也爬了上来，他看见这一幕非常生气，体型立即变大了好几倍。多拉邦连忙带着米咪咪逃走了，多拉梅杜三世紧追在后，但他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大水坑，吓得他又变小了，沉进了水底。现在多拉邦已经有了6张金卡，米咪咪请求他放手，多拉邦让他放心，事成之后他会把七小子恢复原状的，因为他也很欣赏他们，为了自己所相信的东西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他们之间的羁绊竟然能产生如此大的力量。另一边，晕在了水底的多拉梅杜三世突然被其他兄弟的力量召唤，他怀里的通信卡闪闪发光，传来了大家的信念。多拉梅杜三世重新燃起了斗志，他蹭变大了，闯入基地，他想一拳把这些稀奇古怪的仪器打烂。这时黑暗中响起了一个声音，告诉他这是用于聚集通信卡无限力量的机器，是他亚兹蒙博士花了29年4个月17天辛苦制造出来的。他要利用好友通讯卡的力量来征服世界，这样他就可以操纵世界上所有的机器人了。博士命令多拉邦收拾多拉梅杜三世，否则就通过项圈折磨米咪咪。多拉邦有些犹豫，结果博士就用金牙上的机关遥控米咪咪的项圈。多拉梅杜三世看穿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发动塔罗牌占卜，得到了一张象征正义的牌。这下他完全相信多拉邦是个好人了。他将塔罗牌交给多拉邦，然后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好友通讯卡，
多拉邦虽然犹豫，但还是把它也变成了金雕。这样一来，7张通讯卡都集齐了，这座浮空岛顿时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巨大独眼机器岛，不断上升并远离地球表面。多拉邦让博士遵守约定，拿掉米咪咪脖子上的项圈，结果这博士过河拆桥攻击了他。多拉邦看穿了这个卑鄙小人，他嘱咐米咪咪要抓紧他，然后他一跃跳向博士。多拉邦扔出手里的塔罗牌，把博士用来控制米咪咪的假牙给打掉了。博士见情况不妙，赶紧钻地溜了。随后，多拉邦帮米咪咪拿掉了项圈，并将多拉7小子都恢复了原状。博士非常生气，眼看自己征服世界的计划落空了，他气急败坏地按下按钮，把他们从机器岛扔进了太空。多拉邦立即使用适应灯帮大家适应太空环境，博士还不肯善罢甘休，他将岛切换成了战斗机器人形态，准备发动攻击。现在7小子们的道具还不能使用，多拉邦拿出一顶帽子，戴着这个就可以不受电磁波的影响。但帽子只有一顶，于是大家决定合为一体。他们手拉手，心连心，每个人都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机器人挥拳攻击，哆啦 A 梦先接招。他拿出穿透环，让大家能够从机器人的手掌间安然穿过。随后是多拉小子用空气炮抵挡了下一拳，博士怒了，他伸出巨大电钻攻击，但怪力多拉用斗牛斗篷将电钻反弹了回去，将机器人打穿了一个大洞。博士还不死心，多拉尼可夫和王多拉又接连使出重击，接着是多拉邦用魔法将机器人整个拆散架了。可没想到博士还在苟延残喘，于是多拉球猫让迷你多拉从博士那儿拿回了好友通讯卡。有了好友通讯卡力量的加持，多拉7小子齐上阵，打得博士再无还手之力。他灰溜溜地逃走了，猫猫们大获全胜，大家回到了地球上。时空巡警将博士逮捕了，怪盗多拉邦带着那张正义塔罗牌，又踏上了劫富济贫的侠盗之路。这是怎么回事？哆啦 A 梦竟然被蜘蛛强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多拉7小子参加毕业考试的故事哦。临近毕业，校长带着多拉7小子等人迎来了最后一次远足。从穿梭恐龙时代到享受海底温泉，从参加试胆大会到约定好的丢枕头大赛，他们欢乐又肆意，但快乐就是这么短暂。秉持着即将踏入社会的莘莘学子必须拥有温暖的心灵，懂得关怀人群的信念，机器人学校的毕业考正式进入了加载。在这个美丽的虫虫乐园，机器人们得跟虫虫2人一组，共度难关，一起在日落前赶回学校才算考试及格。他们不然就得留级。天哪，这是什么飞来横祸？听到留级这2个字，多拉7小子瞬间 emo， 整个脸都蓝了，满是冷汗。就这样，随着校长的离去，最后一句规则不能使用任何法宝飘然落下，整的机器人们顿时陷入了慌乱与无措。来不及细想，大家赶紧踏上了寻找虫虫的旅程。哆啦 A 梦率先找到了一位蝴蝶机器人，准备和他一起出发。王多拉则选择了一位无论什么地方都能轻松跳过的蚱蜢机器人。其他几位也不甘落后，乘坐着自己找到的虫虫机器人相继出场。从多拉美杜三世让人晕头转向的瓢虫机器人，到多拉小子速度最快的蜂蜜机器人，又到耶鲁马塔多拉威力超强的终极甲虫机器人，和多拉利纽擅长滚动的丸子虫机器人。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找不到的。而其中多拉尼可夫选择慢到不行的水颤机器人的佛系操作，引来了班上几位女同学的轻视。但这就意味着多拉尼可夫和他的虫虫没有任何作用，肯定会沦为败者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而且很快他们就证明了自己，成功上演了一出多拉尼可夫和水颤机器人的救助记。因为自己的粗心，哆啦 A 梦几人直接撞上了一位蜘蛛机器人的大网，不仅受到了他过于热情的款待，还眼看着就会遭遇留级风波。幸好多拉尼可夫及时出现，3下5除2就和水颤机器人一起弄倒了用来固定大网的柱子，及时救他们于水火。哆啦 A 梦他们感谢了多拉尼可夫之后，又迅速飞往学校。多拉尼可夫继续缓慢前进，可没多久又看到王多拉他们陷入了漩涡，差点石沉水底。多拉尼可夫还再次与水颤机器人展现了绝妙的配合，2人轻松跳到旁边的柱子上，接力甩出一个游泳圈，将他们套住后迅速拖到了平安之地，直到雨过天晴才和几人道别，慢悠悠地继续了自己的征程。和他不同，耶鲁马塔多拉凭借着终极甲虫机器人迅猛，第一个来到学校门口。可令人没想到的是，他并没有进去，反而再次开始了自己的日常操作。
秉持着这个时候最适合小睡一会儿的想法，耶鲁马塔多拉瞬间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又一次在终点前面睡起了午觉。说来好笑，抛去身为路痴再次走错路的哆啦 A 梦不讲，王多拉马上赶到了耶鲁马塔多拉的身边，顿时一个经典腹黑笑容的浮现，王多拉迅速离开，准备夺取第1名的美誉。但谁也没想到，因为奇虫不看路，啪叽一声响，王多拉就和他的蚱蜢机器人顺利成为了违反交通规范的典型。与此同时，多拉小子正带着蜂蜜机器人快乐地吃着汉堡，喝着饮料。哆啦美度3世和瓢虫机器人正转得自己头晕眼花，找不着方向，而哆啦利纽和丸子虫机器人因为超速行驶，给正在喝牛奶的哆啦棒整得狼狈不堪，还成功获得罚单1张。就这样，在多拉七小子遭遇各种奇怪的难题时，其他机器人们陆续到达了学校，而之前还对多拉尼可夫发射了一波嘲笑的同学们也遇到了自己的危机。不得不说，这也是我没想到的，他们竟然惨遭不良少年机器人调戏。言归正传，就在他们双方人马僵持不下的时候，只听嘎呜一声叫唤，多拉尼可夫实时燃灯了场。刚开始获得同学们求救信号的他惨遭秒杀，被人一脚踩进了沙地。但看着后面那轮圆圆的太阳，多拉尼可夫瞬间狼化，先是一波狼嚎，紧接着就和他们近距离搏斗起来。电光火石之间，成功给女同学们争取了逃跑的机会，而女同学们也是相当给力，他们一赶到学校就连忙呼叫起了援军。一听到多拉尼可夫和水颤机器人遭遇了危机，王多拉几人瞬间上线，哪怕不能保证在日落前赶回学校，他们依旧奋不顾身，顶着留级的威胁也要帮助朋友。为了友情，他们毫不犹豫。就这样，哆啦 A 梦队瞬间集结完毕，准备出发。此时此刻，悬崖峭壁之间，没有成功击败不良少年机器人的多拉尼可夫和水颤机器人正摇摇欲坠地挂在一根绳索上，等待着救援。很快，凭借着超高的速度，多拉小子和蜂蜜机器人立刻赶到了现场，对着那些不良机器人就是一顿猛烈的攻击。紧接着，耶鲁马塔多拉骑着自己的终极甲虫机器人帅气登场，直接把他们撞了个头晕眼花。王多拉也不甘示弱，利用搭档蚱蜢机器人有力的后腿，将他们狠狠地踢了出去。与此同时，多拉利纽载着飞快滚动着的丸子虫机器人再次上线，两人通过合作上演了一个漂亮的射门，顿时就给那些不良机器人整了个无影无踪，消失天际。恰好这个时候，哆啦 A 梦和多拉美度3世也成功把多拉尼可夫和他的水战机器人救了下来，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但这个时候，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多拉七小子的白造型太阳也快下山了，他们已经来不及赶回学校了。但是多拉七小子怎么可能会真的留级呢？随着多拉尼可夫的几声叫喊，水颤机器人进入了长大的倒计时，眼睛一亮，便瞬间转换了形态，变成了蜻蜓机器人。大家兴奋极了，好像看见到了赶回学校的曙光。众人赶紧坐上蜻蜓机器人，一路风驰电掣。说起来，蜻蜓机器人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要不是多拉尼可夫刹车及时，他们就得坐过站了。但尽管如此，随着这波紧急制动，多拉七小子还是狠狠砸向地面，留下了7个大坑。遗憾的是，他们最后还是没有在日落前赶回学校。按照校长原本的规定，他们不能成功毕业，只得留级。看着为了救自己而落得如此下场的多拉七小子，同班的女同学忍不住就为他们争辩了起来。她宁愿自己一个人留级，也不希望连累了他们7个人。可规矩就是规矩，眼看哆啦 A 梦等人就要留级了，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校长竟然奇奇怪怪了起来。他突然拿出一条毛巾，对着自己的头就是一顿猛擦，瞬间他的头顶就闪起了光芒，亮如白昼，仿佛太阳并没有下山。多拉七小子顺利在那之前和自己的虫虫机器人一起赶回了学校。就这样，在校长打开方便之门的加持下，机器人学校的众人顺利毕业，又是一个美好的 happy ending。不得不说，校长人还是超好的，就是皮了点。传说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
他坐拥美食无数，却食不知味，一点都不开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就没有什么美食可以拯救他吗？话不多说，一起来看看本期的故事吧。也许你会找到原因，也不一定哦。22世纪的一天，王多拉撑着一只竹筏，惬意地漂泊着。与此同时，耶路马塔多拉再次在终点前悠哉地睡起了觉。靠岸后，腹黑的王多拉便展露了一个经典的笑容，当着沉睡的同伴就开始嘚瑟起来。而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王多拉准备抢先离开的时候，头顶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阴影，一群蒙面的甲壳人从天而降，率先发动了攻击。幸好王多拉身手敏捷，不然就得命丧当场了。没有办法，为了活命，王多拉立马拿起双节棍，就和甲壳人火拼起来，一边打还一边呼唤起了耶鲁马塔多拉。与此同时，随着一个铁锅砸进了耶鲁马塔多拉的嘴巴，他顺利惊醒，和甲壳人展开了搏斗。3下5除2就来到了王多拉的身边。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两人为了充当一回主角，争取更多的镜头，竟然直接你推我挤起来，一个不注意就被甲壳人用奶油糊住。紧随其后，他们的行李也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好不容易从奶油堆里爬了出来。王多拉二人狼狈不堪，但尽管起了些争辩，他们也迅速调转矛头，踏上了前往目的地的最后一段小旅程。很快，他们俩就赶到了世界第一的点心工厂——点心娜娜王国。刹那间，各种各样的美食映入了两人的眼前。耶路马塔多拉更是一个没忍住，一头就栽了进去。原来他注意到下面有一条设计好的轨道，能够源源不断地传来好吃的点心。而就在他一个饿虎扑食，打算饱餐一顿的时候，王多拉立马抱住了他，准备阻止他霍霍这些点心，毕竟还不知道这些点心有没有主人呢。就这样，王多拉狠狠扯住了耶路马塔多拉的脸和舌头，立志要将他困在这里。而耶路马塔多拉也不甘示弱，对着王多拉的嘴巴和耳朵就开始发力，希望能给他狠狠一击。两人彼此纠缠，互不相让。突然，一道声音从他俩背后传来，阻止了两人的拉扯。原来他们背后坐着一个打扮精致的漂亮姑娘，她就是这些美味点心的主人。可奇怪的是，她却一点儿也不开心，还直接表示两人想吃就吃，没有任何关系，她不在乎。看着这位漂亮的姑娘，王多拉害羞的直接在地上打起了滚。耶路马塔多拉则叼着朵玫瑰花就开始口花花起来，还问起了她难过的原因，但意外来的就是那么快。就在她正说着自己小时候爸妈关系很好，大家会一起做点心的时候，两个奇怪的侍女突然出现，匆忙就把她带走了。女孩一走，王多拉就恢复了正常，然后迅速带走了耶路马塔多拉。一经杰多拉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的到来呢。可令杰多拉难过的是，让王多拉两人带来的食材竟然化为了灰烬，这也太倒霉了吧。他看来是不能在点心节上发光发热，做出最美味的点心，获得点心娜娜的最高荣誉了。那么问题来了，怎样的点心才是最好的呢？砂糖国王和砂糖王妃各执己见，还直接吵了起来，觉得都是因为对方蜂蜜公主才会变得闷闷不乐。可争论是没有用处的，最后他们决定，谁能够做出令公主开心不已的点心，就能获得大奖。话音一落，大家斗志勃发。可奇怪的是，实力不俗的水果派点心战队和毛毛球团队竟然接连败下阵来。原来他们的点心被有心人米加动了手脚。与此同时，王多拉也经历了第17次失败，他和王多拉两人直接就被烤箱炸糊了。在迪迦的冷嘲热讽下，王多拉再次开启了尾巴舞模式，围着王多拉两人就转个不停。和以前一样，杰多拉一遇到伤脑筋的事儿，尾巴舞就停不下来。现在好了，时间不足，材料不足，连厨师也乱了阵脚。见此情景，耶路马塔多拉竟然还直接和王多拉吵了起来，开始互相推锅，扭作了一团，完全不知道宜家正看着他们哈哈大笑呢。好在这个时候，多拉小子再次扛着音箱出现，马上就要到达点心娜娜王国了。可突然，他遭受到了米加一伙人从天而降的攻击，虽然恰好躲过一劫，没被砸中，但还是被直接炸飞了。而多拉梅杜三世也很快遭遇袭击，做着魔毯的他直接被糖果雨淋到了河里。至于多拉列纽和多拉尼可夫，他们一个被4个方向标困在了原地，完全摸不着方向，另一个直接就被头顶砸下的冰棍给淹没了。就这样，
米迦充分履行了自己身为反派的职责，多方面多角度地打击了杰多拉的援军。好不容易随着一记友谊破岩拳，王多拉和耶鲁马塔多拉才恢复了冷静。此刻，多拉小子和拖着自己惨败的躯壳默默上了场，虽然十分狼狈，他还是不辱使命，带来了世界第一牛奶。紧接着，主角光环再次上线，发挥起了自己的作用。多拉利纽成功带来了最好吃、最新鲜的鸡蛋。多拉梅杜三世将传说中的红豆拿到了手，多拉尼可夫也将极品蜂蜜顺利带到。与此同时，任意门闪现，哆啦 A 梦背着宇宙第一的烧得松扑扑的面粉闪亮登场。就这样，凭借着大家的努力，杰多拉终于又获得了一批食材，但时间已经不多了，是该像王多拉所说，赶紧做一波包馅馒头，还是按照耶鲁马塔多拉的建议做一些娜娜奶油蛋糕呢？就在两人奋力拉票的时候，杰多拉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当初在机器人学校的时候，大家一起动手做、一起吃的那个点心派对的场景。也许他们应该以快乐的心情去做点心。听了他的话语，王多拉两人顿时面有愧色，哆啦 A 梦也立马发出了倡议，一起去做出让大家都快乐的点心吧。说干就干，就在时间快要结束，米迦觉得自己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提多拉和多拉七小子实时燃灯了场。随着一声哆啦 A 梦的口号，8人齐齐开挂，王多拉和耶鲁马塔多拉合体，迅速旋转，卷起狂风。哆啦 A 梦和多拉利纽分头行动，一个疯狂往里面投放面粉，一个一边用耳朵磕鸡蛋，一边投进风里。多拉尼可夫和杰多拉则开始放调料，一个负责蜂蜜，一个负责酱油。当然，多拉小子的奶油和多拉梅杜三世的红豆也是必不可少的。瞬间，随着阵阵彩光闪烁，看上去很好吃的红豆馅和豪华馅的生奶油便展现在了砂糖国王3人的面前，并且随着杰多拉一声令下，砂糖国王和砂糖王妃竟然合力做起了宇宙第一的生奶油铜锣烧。看着眼前爸爸妈妈通力合作的样子，蜂蜜公主不禁回想起了从前和他们一起做点心的快乐日子，而一口咬下铜锣烧时的快乐也瞬间将她淹没，让她不由自主地蹦跶了起来。就这样，蜂蜜公主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快乐，和爸爸妈妈幸福地抱在了一起。而不甘心的米迦则被多拉利纽的迷你多拉悄悄绑上了火箭，随着一道火星的闪耀，他迅速离开了点心娜娜王国。撒花，最后恭喜杰多拉和哆啦 A 梦族特意制作的点心获得了优胜，而且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公主也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快乐，又是一个美好的 happy ending。王多拉和耶鲁马塔多拉永远也忘不了的那件事，一切还要从机器人同学会的那天晚上说起。那是一个气氛欢快又热烈的 party 之夜，杰多拉为大家精心制作了一个巨大的蛋糕，但最离谱的事情发生了，杰多拉的巨大蛋糕竟然不见了，这究竟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别急，让我们王多拉和耶鲁马塔多拉来推理一番。首先，安保系统一切正常，防范装置也没有反应，对方要偷盗蛋糕，绝对使出一点高明的诡计。耶鲁马塔多拉发现现场有一顶丝绸帽子啊，我知道了，犯人一定是丝绸帽子的主人，怪盗多拉包，一定是他用丝绸帽子躲过了安保系统。但这个丝绸帽子要是不戴上的话，也发挥不了作用啊！现在帽子在这儿，那人在哪儿呢？正说着，帽子里突然飞出了几只鸽子，把他们吓了一大跳。杰多拉赶紧跳出来解释：“不是啊，大哥，这就是个普通的魔术道具，打算在发表蛋糕时活跃气氛用的。”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好吧，我们怎么会被抓到这小小的失败打倒？那就接着猜。哎。怎么有一只注射器？王多拉突然灵光一闪啊！我知道了，犯人一定是帮哆啦 A 梦修耳朵的那个250医生。他那么疯疯癫癫的，一定是他偷走了蛋糕。哎呀，还是搞错了！杰多拉又跳了出来，那可只是做蛋糕时挤奶油的工具了。嗨，你不早说！这时耶鲁马塔多拉又发现了犯人留下的重要物证，一根粉色的大骨头啊！我知道了，这次一定100%错不了。犯人一定是实验室的恐龙骨架。耶鲁马塔多拉还振振有词，恐龙骨架身体是空的，正好可以把蛋糕放进去，而且又住在学校里，刚好可以避开所有防范装置。好嘛，这猜的是越来越离谱了，
就算恐龙骨架会动，还撵着你们屁股后面追过，可是它就一副骨架，连消化系统都没有，怎么吃蛋糕呢？哎，果然还是搞错了，这个粉色的骨头只是装饰蛋糕的糖果而已。哎呀呀，100%确定的答案也打脸了，还是让王多拉出马吧。你看看这是什么？几根面条？哦不，是有粘性的线。王多拉一下就猜到了犯人一定是虫虫乐园里的蜘蛛。请看，蛋糕没有任何被搬动的痕迹，犯人一定是用这个线把蛋糕给调走的。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蜘蛛型机器人了。当初大家被这个变态蜘蛛抓住时，惨痛样子还历历在目，真是一刻也不想再多回想。蜘蛛一定是为了报仇才来偷走了蛋糕。哇，真是好完美的推理。但是杰多拉又出来打断了。还是搞错了，兄弟们，这是装饰蛋糕用的条形糖果，根本就不是蜘蛛丝啊！王多拉和耶鲁马泰多拉这2个人都被整无语了，这满地都是零零碎碎，合着全是你做蛋糕忘了收拾的边角料啊！而且仔细一看，这个蛋糕，与其说被人偷走了，倒更像是被吃掉了。那会是谁吃的呢？能够吃下这么大一个蛋糕的，难道说是多拉小子？哎呀，我想起来了！杰多拉突然大喊了起来。莫非你是记起了什么？杰多拉伸出他的大舌头，嘿嘿一笑。其实犯人就是我啊！整了半天，原来是杰多拉自己做好蛋糕之后，想要尝一尝味道，因为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他根本停不下来，一不小心就全部吃完了。哎呀，难怪感觉肚子好撑呢！这前面这2位都直接石化，失去了生命的色彩。眼看着灵魂离开肉体远去，真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奇妙体验啊！某一天，机器人学校的校长又把多拉奇小子叫了过来，这次是因为能量中心的能源胶囊被大反派阿奇莫夫给偷走了，整个城市都没有了能源供给，现在学校都要自力更生，靠着大家跑步发电，确实也是太凄惨了。运送新的能源胶囊这个重要任务就落到了多拉奇小子的身上。他们要把仅存的那一个完好的能源胶囊送到能源中心去。由于使用任意门之类的道具会因为次元扭曲过大而破坏胶囊，所以他们只能乘坐最古老的交通工具火车来运送。跟他们一起的还有负责驾驶火车的罗宾，他上来就给了多拉小子一脚，真是不太好惹的人物。听说他是校长朋友的孙子，出发之前校长还给罗宾一个护身符戴在脖子上。我确定自己没有听错吧？这真的不是孙女吗？不过看在王多拉既然能与他正常对话的份上，就暂且相信罗宾是个可爱的男孩子吧。他们运送胶囊的消息已经被大反派阿奇莫夫知道了，他们也早早守在山崖上，准备袭击火车，毁掉胶囊。妈妈咪呀，好高啊！我害怕。抱住多拉梅杜3世就是一顿嘤，结果一不小心把他给推了下去。不好意思啊，我真不是故意的啊。多拉梅杜3世离当场去世就差那么一点点，离水面就差那么1厘米了。他突然想起自己好像不会游泳，恐惧的力量是无限的。只见多拉梅杜3世扛起火车拔腿就跑，谁看了不说一声牛啊？主播塌房，连夜扛起火车就跑的榜一大哥都没你跑得快。阿奇莫夫见一招不成还有后招，这次他打算用滚石战术。巨大的石头从悬崖上朝着火车滚来，多拉利纽飞起一脚，用足球踢碎了大石。好家伙，柯南直呼内行。但是踢碎了一个，还有其他的。耶鲁马塔多拉赶紧别睡了，起来想办法啊！耶鲁马塔多拉睁眼一看，这扑过来的大石头不就像头牛吗？他拿起回避斗篷一抖，顺利避开了大石头。这个石头怎么还带反弹的呢？多拉小子一个空气炮轰过去，石头终于碎了。他为了保护罗宾，朝他扑了过去。罗宾的帽子摔掉了，一头长发也露了出来。果然吧，她这么可爱，真的是女孩子呀！多拉小子这么奋不顾身的英雄救美，遭了是心动的感觉。反应迟钝的王多拉终于开始了过敏反应，开始了他的丢人行为。王多拉，你振作一点啊！阿奇莫夫的二五仔们试图占领火车，多拉尼可夫一看其中一个二五仔怎么还挺着个圆不溜秋的大肚子，反派的伙食挺好啊！看见圆形物体的他一下就变了身，头里吐出巨大火球，把反派的二五仔们全部都喷飞了。就在此时，阿奇莫夫竟然劫持了罗宾，要求多拉小子用胶囊来换人。多拉小子毫不犹豫地交出了手里的胶囊，把罗宾给救了下来。诡计得逞的阿奇莫夫得意忘形的，在一顿狂笑之后，竟然摔下了火车，连胶囊都忘了拿。这个反派真是菜的抠脚。
时间所剩不多，火车全力加速朝着能源中心开去。阿奇莫夫真是贼心不死，又开着他的巨大机甲来拦路。这下哆啦 A 梦七小子逃出了本番最大外挂友情卡，旗舰合璧，天下无敌啊！不对，串台了，冲啊！火车散发出七彩炫光，一下就撞穿了反派的机甲，会心一击，效果拔群。他们终于打败反派，飞速抵达了目的地。原来真正的能量胶囊并没有放在盒子里，而是在校长给罗宾带上的那枚护身符里。整个城市都重新恢复了供电。罗宾为了表达感谢，还在多拉小子脸上亲了一口。众所周知，哆啦美是绿色的啦！呼叫哆啦美，呼叫哆啦美，快来管管你家哆啦小子，不要再到处散发魅力了！这不，掉线已久的哆啦美终于在这一集里出场了。机器人学校里的大家想要借着同学会的机会一起去新建成的宇宙游乐园，结果哆啦 A 梦却因为吃太多铜锣烧拉肚子而没法参加，所以就由哆啦美来代替哥哥参加同学会了。哎，大家都知道，哆啦七小子里没有哆啦 A 梦，但是有哆啦美。哆啦 A 梦档期太满，根本排不过来了嘛，理解理解。飞船行驶途中，突然掉进了一个神秘领域，雨下掉进了平底锅里，热到融化；雨下又被扔进了搅拌机里，天旋地转，然后还被扔进了冰箱，冻成冰块，最后放进高压锅上气解冻。只听见砰的一声，飞船终于爆炸了，所有人都飞了出来，大家被多拉美杜三世用飞毯全部接住，但7个人好像超载了。大家只好尖叫着掉进了不同的地方。多拉美杜三世和王多拉以及多拉尼可夫撑着一个小猪排在水上飘着。这里真的是游乐园吗？怎么又是鳄鱼又是蛇，还有狮子、河马、斑马、狗熊、老虎、海豹、大象，这下又超载啦！大家只能一起沉底了。救救多拉美杜三世这个不会游泳的可怜孩子吧！另一边，耶鲁马塔多拉和多拉小子还在被一个大妈型的奇怪机器人撵着跑，怎么边跑还要边闯关呢？他们一路过5关闯6将，竟然还叫到了一辆出租车。这还不算完，就在他们稍微放松警惕的时候，那个大妈机器人又来了，一脚把他俩给踩成了照片。多拉美和多拉利纽则掉进了一个大迷宫里，眼前突然出现了几个小黑球。多拉利纽还想着给他们取名字，看着这个小黑球变得越来越多，都快把2个人包围了。多拉利纽担心的竟然是名字取不过来了啦！你的关注点能不能正常一点？还不快跑啊！2人跑到一个小房间里，遇到了撅着屁股缩成一团的皮诺。他说自己是负责安全保护的警备队员，现在整个乐园都被宇宙病毒侵入了。病毒就是刚才那些蹦蹦跳跳的小黑球。多拉美决定和大家一起消灭病毒，拯救乐园。皮诺，你也别撅着个腚在那缩着了，跟我们一起冲啊！听说病毒喜欢有电的地方，他们就往电力中心赶去。那里果然有成堆的病毒，但是他们3个实在是太菜了，一下就被病毒给淹没了。突然，在病毒堆里发出了七彩炫光，病毒们都自动退散。原来是多拉美从哥哥那里借来的外挂卡，不对，友情卡又在发挥作用了。来吧，哆啦 A 梦组！大家都听到了多拉美的呼唤，纷纷掏出友情电话卡开始发功。巴啦啦能量，呜呼啦呼，七小子合体，好像又串台了。不过不重要，大家一起各显神通，对战病毒。咦，你个病毒怎么不讲武德，也合体了呢？七小子一个个都被合体的病毒怪兽抓了起来。皮诺在一旁疯狂翻找有用的道具。是什么啊？是电池。皮诺朝病毒怪兽扔出了一大堆电池，大家都把友情能量聚集到了电池里，形成一把巨大的哆啦 A 梦版雷神之锤。这一锤下去，怪兽病毒终于被锤成了渣渣，再无反击之力。宇宙乐园的危机终于解除了。大雄的 CP 是静香，哆啦 A 梦也恋爱过好几次。那你知道哆啦美的 CP 是谁吗？哆啦 A 梦来到22世纪参加哆啦美的毕业典礼，天突然黑了下来，一道闪电劈中了中央电脑爹地13号。随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巨大的吸力，将正在参加典礼的机器人们全部都吸走了，连哆啦 A 梦和校长也没能幸免。随着大门关闭，整个学校就只剩下哆啦美。很显然，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但他口袋里的道具都被吸走了。这时地面上有张闪闪发光的卡片，是哆啦 A 梦的好友通讯卡。这张卡是用来召唤当初与哆啦 A 梦结为兄弟的其他6人的道具。
随着一道光束，位于世界各地的哆啦 A 梦的兄弟们相继收到信号，开始向学校集结。他们分别是在中国擅长武术的王多拉，在巴西的年轻超前前锋多拉球猫，在沙特阿拉伯会使用魔法的多拉梅杜三世，在俄罗斯的流浪之星多拉尼可夫，在西班牙的年轻斗牛士怪力多拉，以及在美国西部的神枪手多拉小子。多拉小子接到信号，连饭都顾不上吃，就马不停蹄地赶去救援。他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外援。多拉美正对着白马王子的壁画祈求帮助，多拉小子就骑着白色飞马从天而降。所以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还有可能是机器猫。哆啦美以为是白马王子显灵，连忙告诉多拉小子，哆啦 A 梦被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吸进去了。校长和同学们也都被吸走了。多拉小子问起以前负责管理学校的爹地13号，他在这里念书时是这台中央电脑负责管理学生们的。哆啦美告诉他，现在是妈咪14号负责管理学校了，因为之前的爹地13号过于老旧，已经退休了。这时又有一股巨大的吸力从旁边的门传来，多拉小子原本想跟对方正面硬刚，但他好几发空气炮过去，对面竟然安然无恙，他自己差点也被吸进去。幸好多拉美及时把门关上了，但他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那股力量竟然直接把门吸碎了。他们拔腿就跑，这吸力非常强劲，地面也都被吸走。危急时刻，多拉小子带多拉美一起骑上了飞马，逃过了一劫。可没想到，他们竟然撞到了空气墙，又差点掉了下去。飞马被吸了进去，多拉小子连发数炮，用空气炮的后坐力推进上升，终于远离了吸力范围。他们掉进了水池里，发现这里有一个通道。随着通道，他们来到了一处偌大的地下空间。多拉美惊讶地发现，这里有许多诡异的装饰。多拉小子想起这是学校以前的工作室，但他不记得以前有这些东西。多拉美发现那些同学们都被做成浮雕，镶嵌在了墙上。这时，他们背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看起来像是个大蟑螂。多拉美最怕的就是蟑螂了。随后，这个巨大的影子睁开了眼睛，嘴里一直念叨着“把你做了，把你做了”。多拉小子以为这家伙就是幕后黑手，举起空气炮想与他对决，可没想到这大眼睛直接把他的空气炮收走了，并雕刻成了一尊迷你自由女神像还给了他。接着大眼睛走到了光照下，多拉小子认出这是当时担任工作室助教的工具铁人。这家伙喷出胶水，将多拉美和多拉小子固定在墙上，准备给他们也修整个造型。这时，一个橙色的身影出现，给了工具铁人一记飞踢。前来增援的正是王多拉，他觉得很奇怪，工具铁人现在应该已经退休了才对，看来学校发生什么异变了。这时，工具铁人又站了起来，王多拉拿出双节棍，先帮那两猫脱了困，然后开始耍棍与铁人周旋。多拉小子也想一起上，但他的空气炮被改造成了雕塑，不但没发射出炮火，还将自己跟多拉美一起绑进了垃圾桶。这铁人有太多只手了，王多拉渐渐应接不暇，铁人甚至伸出大钻头将王多拉逼到了墙角。这时王多拉注意到了铁人身后的大插头，他想起来只要把插头拔掉，这玩意儿就动不了了。他快速闪身到铁人身后，一脚踢断了插头。工具铁人终于歇菜了，王多拉回过神来，想寻找多拉美他们，结果踩到了裸露的电线，触电了，晕倒了。另一边，多拉美和多拉小子一路滑到了焚烧炉内部，差一点点就要掉进火海了。幸好多拉梅杜三世踩着他的飞毯及时赶到，他用毯子将两猫救下，并告诉他们，似乎整个学校都被透明的罩子包了起来。这样一来，大家就不能自由出入学校了。他们来到了音乐教室，这里的学生们都进入了熟睡状态。为了搞清状况，他们飞进去查看，结果刚进去就被一阵超大声的音乐吓了一大跳。这次暴走的是他们以前犯错误的时候使用的管风琴机器人，这东西奏出的音乐有催眠的效果。多拉梅杜提醒他们把耳朵堵起来，集中精神就不会睡着了。昏昏欲睡的多拉美瞬间清醒了过来，但多拉小子已经睡着了。于是多拉梅杜拿出自己的魔笛，用魔法对抗魔法，两股音波交织碰撞，多拉梅杜渐渐占据上风，但笛子可比管风琴小太多了。最终他们还是被琴的音浪崩飞了。管风琴开始暴走，继续破坏学校，这让多拉梅杜很生气。他体型变得巨大，一个超大喵喵拳怼了过去，一击将管风琴吹散了。这场音乐风波终于告一段落，但多拉梅杜不小心打穿了天花板，大量的水渗透了进来。要知道这家伙可是很怕水的。另一边，由于多拉美不会操控飞毯，他和多拉小子狠狠撞在了墙上，掉在了体育馆里。这小子还没睡醒呢，他掉在地上后还以为是吃甜点的时间到了，
哆啦美都忍不住吐槽了他。这时，一大群跳马机器人将哆啦美围了起来。哆啦小子拿起球拍，将跳马一个个削飞了，削得只剩最后一个了。哆啦美瑟瑟发抖地躲在里面。随后，这些本该已经停止使用的跳马机器人也开始暴走，将他俩团团围住。关键时候，哆啦小子却因为肚子饿没有力气了，大量跳马冲着他们扑来。这时，怪力多拉登场，他拿着斗牛斗篷将跳马全都赶走了。他让哆啦美和那个没用的家伙躲到一边，自己准备跟跳马们火拼。没想到跳马们竟然合体成了一个超大的机器人。怪力多拉认为这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操控，接着他就被2个跳马框住，无法动弹。眼看合体机器人就要袭来，没想怪力多拉竟然能用他的2只牛角与对方角逐，并且硬生生挣脱了束缚。真不愧是多拉7小子中力气最大的。不过这家伙一累就要倒头睡觉，接下来还要看多拉美和多拉小子的了。哆啦美来到厨房，这里很久没有使用了。她好不容易找到材料，做了个铜锣烧给多拉小子充饥。哆啦小子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并夸赞哆啦美很有料理天赋。哆啦美突然意识到，她比任何人都要早来帮忙，甚至连饭都没顾得上吃。她内心非常感动，但这小子吃了1个还不够。可这里没有多余的材料了，哆啦小子不信邪，开始东翻西找。最后，他将目光锁定在一台大冰箱上，结果这个冰箱怎么都打不开。哆啦小子气得骂了冰箱一句，然后这个冰箱就生气了，他将厨房化成一片冰天雪地。哆啦小子发现多拉尼可夫也被冻住了，他灵机一动，把多拉美的蝴蝶结折成了圆形。多拉尼可夫一看见圆的东西就会变身，于是他瞬间破冰而出。然后多拉小子又往他嘴里扔了一瓶辣椒酱，他嗷呜一声，火花四射，将冰箱喷跑了，但他自己也失控了。多拉小子赶紧拉起多拉美逃离现场，这次他们又掉进了理科教室，这里有许多机器人被关在试剂里，多拉球猫也在这里。健忘的多拉球猫差点忘了自己到学校是干啥来的。这时他身后出现了一个以前被收进仓库的恐龙模型，这模型想要攻击他们，很显然也是背后有人在控制的。多拉球猫快速助跑，使出一记超级回旋踢，用地球仪将模型制服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多拉球猫突然被不明的电线绑走了，多拉美他们赶紧追了上去。他们来到中央控制室，发现妈咪14号被休止环围绕着。这时那股强大吸力再次出现，多拉小子冷静分析了一下，到现在为止出现的都是一些已经作废的机器人。他猜到了幕后主使的真实身份，然后他跟多拉美悄悄说了应对计划，他负责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多拉美纵身一跃，关掉了对方的开关。多拉小子猜对了，吸走大家的就是以前使用的吸尘器机器人。他们刚准备去把大家释放出来，但又被传送到了爹地13号的面前。原来正是因为开头的那道闪电，让爹地13号程序错乱。他控制了那些老旧机器人，制造了这一系列的危机。因为他不想退休，想重新夺取学校的控制权。多拉美试图劝阻他，因为学校只是想把它翻新再使用，但爹地根本就不听劝，他将其他几个猫猫也带了过来。他们都被爹地用天线控制，失去了自我意识，并开始攻击多拉小子和多拉美。爹地还操控多拉球猫，给小子也带上天线。多拉美吓坏了，他泪眼汪汪地看着多拉小子，这下他真的是孤立无援了。可没想到多拉小子竟然是清醒的，他一拳打飞了围在多拉美身边的哆啦 A 梦，然后霸总上身地说道：“我不是说了吗？我会保护好你的。”原来多拉小子的帽子是特别的，一切破坏电波对他都不起作用。然后小子拿出好友通讯卡，唤醒了其他的兄弟。这张卡可是他们一起不顾生命深入梦幻的古代神殿冒险得来的，是象征友谊永恒的传说中的秘密道具。其他几个兄弟们听到了多拉小子的呼唤，瞬间清醒，他们一起喊着口号，将力量合二为一，集成了一个超强空气炮，击碎了笼罩在学校的透明罩，也成功唤醒了爹地13号。事情结束后，哆啦 A 梦才慢半拍的醒过来。这一次哆啦 A 梦真是躺赢，这场因雷击产生的风波终于告一段落了。在这以后，爹地13号和妈咪14号相互配合，共同管理着学校，大家也合力修好了那些老旧机器人。哆啦美也愉快的毕业了，他还送了一台崭新的空气炮给他的白马王子。这就是哆啦美和多拉小子相遇的故事。好了，本期问题，除了哆啦 A 梦，你们最喜欢哪个机器猫？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咱们明天见。